我们曾以为那粗粝的汗水、尘土是属于另一个阶层的悲剧。我们坐在空调房里，用咖啡和代码构筑起一道心理防线，将那些血肉之躯的劳作远远隔开。我们自诩中产、白领，是时代的弄潮儿。但请放下你手中那杯冷掉的咖啡，仔细聆听。一个无比残酷的底层逻辑，正像潮水般漫过所有体面。它揭示了我们时代最深刻的危机。只用4个字概括：用废即弃。它将人视作工具，当作燃料，要求你以最快的速度燃烧所有的价值。一旦你效率下滑，一旦你开始疲惫老去，你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抛弃。这不是谁的宿命，而是人被工具化的升级。当年第一代用血肉之躯搭建城市天际线的建设者们，在得了尘肺病后，却像建筑垃圾一样被社会丢弃。而今天这个冷酷的模型已不再满足于收割体力，它在升级、潜伏、蔓延，它正在将社会的各行各业农民工化。就比如996模式下的互联网行业，年轻程序员常被自嘲为代码流水线上的码农，所有激情都被算法吸干，只为在35岁这个系统设定的报废年限到来之前，榨尽自己最后一滴油。再比如那些象牙塔尖的青年学者，以为高学历能为自己带来庇护，可一场飞升即走的高智力养蛊游戏却将他们变成学术成果的临时工。他们以宝贵青春为大学累积荣光，可到头来多数人仍像过期资料一样被无情地清退了。从体力到脑力，从工厂到学府，从基层到精英，我们都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临时工体系。我们普遍的焦虑、疲惫、精神内耗，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共同站在了这条用废即弃的现代生产线上。经济好的时候，泡沫掩盖了噪音，但当潮水退去，工具化的齿轮就开始大声地加速运转。每一个劳动者的觉醒都始于拒绝被标价，始于重新定义人的价值。任何一个声称文明的社会都不能建立在把国民当作可以随意替换的耗材之上。